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贫穷病的治疗方法》这本书。贫穷可谓是一种疾病，但它并非不可治愈。金钱原本应该给我们带来自由，但由于很多人对金钱缺乏正确的理解，他们的一生会被其所束缚。学校里并没有教授这些简单的理财规则，但了解这些规则可以帮助您实现理想的生活方式。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如果不治疗贫穷病，您将终生贫穷；第二，越早治疗贫穷病越好。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如果不治疗贫穷病，您将终生贫穷”来开始解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想成为有钱人还是穷人呢？当被这样问到时，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回答说，如果能选择的话，当然是想成为有钱人了。但在日本，拥有1亿日元以上金融资产的富裕阶层仅占总人口的2.3%，这意味着剩下的约98%的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成为有钱人。那么，为什么这98%的人无法成为有钱人呢？这是因为他们患上了贫穷这种病，成了金钱的奴隶。许多人可能会疑惑，自己都这么努力工作了，为什么还是无法摆脱贫穷？没有一点金钱上的余裕，即使收入还不错，却依然存不下钱呢？接下来我将详细解释这些问题，来帮助您摆脱贫穷。实际上，很多年收入达到800万日元甚至1000万日元的人，虽然看起来是高收入人群，但他们的储蓄几乎为零，生活也很紧张。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年收入800万或1000万的人应该过得很宽裕。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人追求的不是成为资产家，而是成为收入者。资产家是指那些拥有能够产生收益资产的人，这些人不需要亲自辛苦工作，即使身体不好不能工作，他们也能依靠资产带来的收益来维持生活。而收入者则是那些努力工作，增加自己的工资，却一味地购买不能带来任何收益物品的人。作者指出，这些收入者常常陷入一种贫穷病，他们的财富总是无法增加。如果你想变得富有，想要过上富裕的生活，首先需要治疗这种贫穷病。那么，什么是贫穷病呢？贫穷病有以下5个典型症状：一、购买不能带来任何收益的物品，负债型；二、轻信他人的话，依赖他人，依赖型；三、不学习相关知识，却乱花钱，知识缺乏型；四、误以为自己是富人，错误认知型；五、总是梦想着一夜暴富，幻想型。以上这5点是贫穷病的典型症状。很多人可能在这些症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您需要确认自己属于哪种症状，并弄清楚自己为什么总是缺钱，为什么无法存下钱。这是治疗贫穷病的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下面我们将通过一些实际例子来详细解释贫穷病的5种典型症状。首先是第一个症状，购买不能带来任何收益的物品。35岁的吉野先生在一家中小企业工作，最近由于升职加薪，并考虑到孩子的未来，他购买了梦寐以求的自住房。他在东京郊外买了一套需要还35年贷款的公寓。他说，现在房贷利率很低，我认为房子是一项资产，所以决定买下来。然而，他的认识是一个错误。房子和车通常被认为是资产，对于企业来说，他们确实是资产，但对于个人来说，他们却是负债。如果不理解资产和负债的区别，您将永远无法成为有钱人。许多企业家、银行家和证券公司的业务员都不太理解这一点。因此，今天我们需要明确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简单来说，资产是那些购买后每月能给您带来收益的东西。相反，每月从您的口袋中掏钱的东西则是负债。以吉野先生为例，他需要在35年内持续偿还购房的贷款，这意味着他长期需要从口袋中掏钱。因此，这套房子对他来说是负债，而不是资产。如果这套房子不是自住房，而是用来出租以获取租金收益，那么这套房子就会成为资产。
如果您不清楚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您几乎不可能成为有钱人。患有贫穷病的人往往只购买像自住房这样的负债，而不是会产生收益的资产。请大家反思一下自己现在的情况，您购买的东西是资产还是负债呢？从资产和负债的角度重新审视您的生活，您可能会发现自己花钱买的大部分东西都是负债，这会让您感到震惊。如果继续这种花钱方式，您将永远无法成为有钱人。不仅仅是房子，车也是同样的情况。每年车的维护成本很高，包括停车费、燃油费、车检费和税金等。车只会让您的口袋中的钱不断流出，因此车也是一种负债。很多人正因为不理解资产和负债的区别，才会陷入贫穷病。他们的钱永远存不住，花的总比赚的多，所以一直处于贫困的状态。因此，大家在花钱或购买东西时，一定要仔细考虑一下这是否是资产。接下来是第二个症状，轻信他人的话，依赖他人。年收入1500万日元的袁先生就是个典型例子。听到前辈推荐某公司的股票后，他立刻开设账户并进行了购买。他说道：“我本来就对投资感兴趣，听到前辈说赚了钱，就没多想，直接就跟进了。然而在买入后，这只股票大跌，袁先生感到情况不太妙，便向周围的人继续打听哪些股票有可能上涨，然后不断的购买，但这些股票也逐渐下跌，最终导致损失惨重。这种轻信他人、缺乏独立判断的行为是贫穷病的典型症状之一。现如今，关于股票盈利、加密货币投资成功、不动产投资致富的故事层出不穷。网络上还有许多自称投资专家的人在宣传各种投资机会。然而，我们重要的是要明白，即使周围的人确实赚了钱，并不意味着您也能同样赚钱。特别是在网络上，许多所谓的成功故事是否真实都值得怀疑。即使这些故事是真实的，成功的时间、环境以及每个人的资产状况都不相同，因此您未必能获得相同的收益。袁先生之所以会陷入困境，是因为他没有独立思考，而是轻信了他人的话，结果不仅赔了钱，还不知道自己失败的原因，更无法从中学习和成长。看到别人赚钱或听到尊敬的前辈推荐就盲目跟风，没有自己的判断，这种性格的人尤其需要警惕。投资自己的钱是非常重要的事，不能在不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轻信他人的话。请大家记住，投资时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能轻信他人，以免陷入贫穷病的陷阱。在几年前的加密货币泡沫期间，很多亿万富翁纷纷涌现，通过加密货币致富的故事广为流传。听到这些故事后，许多人认为加密货币是个赚钱的机会，在没有仔细研究加密货币的本质和前景的情况下，就贸然投资，结果亏得一塌糊涂。这些人正是典型的轻信他人型贫穷病患者。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警惕银行职员或理财顾问的建议。他们经常会和我们说：“您担心退休后的生活吗？现在就开始投资吧。”于是，有些人就盲目地购买了金融产品，认为银行职员或理财顾问推荐的产品肯定可靠，没问题。但必须记住，这些所谓的理财顾问并不是富人，只是银行等公司的销售人员，他们通过收取手续费来获利，而您获利的机会却很小，亏损的风险则会更大。你很可能会被推荐一些高手续费、低价值的金融产品。作者指出，他从未见过一个轻信他人、缺乏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致富的。您的钱是宝贵的，绝不能轻易托付给他人。在投资或购买金融产品时，务必要用自己的头脑仔细思考一下，了解所投资项目或金融产品的特性，并在充分理解后再做决定。特别是在购买金融产品时，一定要特别注意手续费的问题。接下来是第三个症状，不学习相关知识却乱花钱。30岁的西川先生在一家 IT 公司工作，他自豪地说道：“
现在是一个无现金支付的时代，用现金支付太落伍了。我的所有账单都是通过电子货币和信用卡来支付的，它总是轻装上阵，不论是在餐厅还是咖啡馆，支付都很快捷，看起来非常时尚。然而西川先生却几乎没有积蓄，这是因为他的电子货币和信用卡是绑定在一起的，直到月底账单来了才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钱，因此他每个月几乎都花光了所有的钱，有时甚至会出现赤字，只能动用储蓄来维持生活。此外，还有很多人使用信用卡进行分期付款，但这实际上是个陷阱。分期付款每月只需支付1万或2万日元，看似很轻松，但其利率高达14%到15%。您一旦选择分期付款，实际上立即就损失了大量的钱。但信用卡公司是不会主动告诉您的，因为他们是靠这种方式赚钱的。这些对金钱缺乏知识的人，对于金融机构和信用卡公司来说，就是待宰的羔羊。如果没有正确的知识，您的辛苦钱就会不断的被他们掠夺。这同样适用于便利店的 ATM。一些人因为手续费金额很少，就不在乎时间限制，频繁的使用 ATM。但现在日本的定期存款利率只有 0.01% 的超低利率，根据使用时间的不同，一次手续费就可能抵消上你1年的利息。无知是导致贫穷的最大原因。如果不学习理财知识，你会发现身边有很多陷阱在等着吞噬您的财富。接下来是第4个症状，误以为自己是富人。35岁的意大利餐厅老板森先生的年收入超过2000万日元。他基于成功的企业家都穿名牌衣服、开豪车的这种错误认知，花1500万日元购买了一辆奔驰，穿着名牌西装，经常带着女性出去兜风。然而实际上他几乎没有积蓄，原因很简单，他一有钱就购买豪车、高级手表、名牌服装。这样的人是贫穷病的典型代表。他们不仅挥霍无度，无法控制支出，而且错误地认为富人就等同于拥有豪车，过分注重自己的面子和地位。他们把钱花在让别人看起来很富有的地方，而不是实质性的财富积累上。这类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富人，因为他们花在面子上的钱是个无底洞。比如，在住进了价值100万日元的高级公寓后，看到其他富人住在150万甚至200万日元的公寓里，他们就会感到很自卑，然后搬到更贵的公寓里。这种做法不仅无法带来幸福，反而让他们在真正懂得理财的富人眼中显得很可怜，且注定不会成功。即使本人不是这样，但如果周围的人都在花钱炫富，而自己却不愿意表现得寒酸，这种人也很容易陷入贫穷病。作者提醒，这种容易被周围环境影响的性格非常危险。有些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展示自己很有钱，只是为了博取他人的认可。这些人正是误以为自己是富人的贫穷病患者。另外，有些人在升职加薪后，就立即提高生活水平，这种情况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稍微加薪就给自己购买各种名牌作为奖励，或者以前自己做饭，现在每天都在外面吃。这些人都是贫穷病的潜在患者，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行为。接下来是第5个症状，总是梦想着一夜暴富。中小企业的40岁科长安田先生每周都在购买乐透6彩票。他认为，既然每周都在买，那么中奖只是个时间问题。中了大奖，他就能买豪宅、换豪车。然而2年来，他仅仅中了几次4等奖和5等奖，总共获得的奖金不过几千日元。但他依然不肯放弃，仍然继续购买。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乐透6、1等奖的中奖概率几乎等同于一颗人造卫星从天上掉下来砸中您的概率。这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然而，像安田先生这样抱有幻想的人，总是无法从梦中清醒过来，继续浪费着金钱，总需要有人对他们说句“醒醒吧”。这种幻想型患者不仅仅是梦想彩票中奖，
他们也容易被网络上的各种虚假信息所吸引，例如一夜成为亿万富翁、人人都能变富的方法、每天只需花30分钟你也能变富等等。购买这些信息产品的人也是幻想型的典型代表。此外，这类人也容易被那些承诺高回报的骗局所欺骗，比如1年内增加30%的投资计划，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完全相同。现代的骗局非常巧妙，所以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意识到天上不会掉馅饼。很多人因为幻想而容易上当受骗。总之，幻想型患者总是梦想着一夜暴富，想要快速致富。然而，请大家冷静下来，仔细思考一下，如果致富真的如此简单，那么现在每个人都会是富人。但现实是，在日本，拥有超过1亿日元金融资产的富裕阶层只占总人口的2.3%。这意味着那些总是追逐梦想的幻想型患者，终将一辈子都活在梦里。以上我们已经探讨了贫穷病的5种典型症状，相信很多人发现自己其实符合其中几种症状。那些总觉得自己没钱、存不下钱的人，可能就是因为符合这5种症状之一。理解为什么存不下钱的原因，并加以改善，这将是您走向富裕的重要一步。简而言之，不要误以为自己是富人，也不要盲目相信别人，不要随意花钱而不去学习，更不要购买只会增加负债的东西。只有彻底避免了这些问题，您才能更接近成为富人。除了避免这些典型的贫穷病症状之外，我还要分享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列出您想要做的100件事，无论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写下来。比如去海外旅行，成为一名企业家，多陪伴家人，或者追求自由职业等等。也许最初写下10个或者20个还比较容易，但要写到100个就需要一番努力了。但我希望您能坚持写下去。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因为只有模糊的想要有钱，或者想成为富人的想法还不够。如果没有明确的理由，不清楚自己为什么需要钱，就不会有动力去赚钱。我们赚钱不是为了赚钱本身，而是为了实现自己想做的事情。换句话说，赚钱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您没有完全理解这一点，您的生活就会被金钱所左右。当你写下100个想做的事情后，每天早上看一看，通过这样做，你会逐渐明白自己想做什么，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应该做什么，以及需要多少钱才能实现这些目标。这样一来，您就会看到自己应该采取的行动越来越清晰了。接下来是第2部分，越早治疗贫穷病越好。作者认为，要摆脱许多人陷入的贫穷病，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这是因为方法其实只有3种。首先是要做好支出管理，其次是要增加收入，最后是要提高利率。听起来非常简单，对吧？只需要执行这3种方法就行了。重要的是要全部都执行到位。但现实的情况是，大多数人只关注第2种方法，即如何增加自己的收入。遗憾的是，如果只有这种想法，您就得永远工作下去，永远无法摆脱老鼠赛跑的局面。在世界名著《富爸爸穷爸爸》中，提到了要尽快摆脱老鼠赛跑的局面。所谓的老鼠赛跑，就像老鼠在旋转的跑轮里永远奔跑一样，无论您多努力工作，资产都不会增加。换句话说，如果每个月赚30万日元，每个月花费也是30万日元，那么资产就不会增加，投资这个增加资产的强大工具也无法启动，生活也永远不会变得轻松。摆脱不了老鼠赛跑的人，简而言之，就是无法摆脱没有工作就无法生活的人。作者指出，许多人无法摆脱老鼠赛跑的原因是，他们过于专注于增加收入，而忽视了第1种支出管理和第3种提高利率的重要性。无论您多努力的工作赚钱，如果没有做好支出管理，那么一切都是徒劳的。即使您年薪1000万日元，如果每年都花掉1000万日元，那么您的财富也不会增长，您也绝对不可能成为富人。这种情况下，
您需要的是彻底的支出管理。确实，支出管理是一项单调而又繁琐的工作，但如果不去做的话，您将永远无法成为富人。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牢记在心。首先要通过日常工作赚钱，然后彻底管理支出，才能开始投资，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富有的人。贫穷的人常常表现出支出不当，导致钱包里的钱不断流失。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生活就永远无法变得轻松。因此，请务必学习并掌握解决方案，通过改善资金流来摆脱贫穷。资金流指的是资金的流动情况。通过观察资金流状况，我们甚至可以了解一个人对金钱的态度和性格。贫穷的人的资金流有其特点：收入较低，没有资产，他们只有通过不断的挣钱来支付生活费，根本没有利用资产和负债部分。这就是典型的老鼠赛跑的资金流。那么，一旦有了一些赚钱的能力，又会发生什么呢？举个例子，我们来看看一般被认为收入较高的人，比如年收入约1000万日元的人，他们的资金流是怎么样的？当收入增加时，很多人的反应往往是提高生活水平，结果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要么他们不断的花钱来支付生活费用，要么就是购买负债。尽管收入增加了，但支出也相应的增加了。他们可能会购买房屋、汽车等负债。尽管收入相当高，但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改善，这也是无法摆脱老鼠赛跑的人们的典型表现。那么，要成为富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金流呢？富人的资金流是没有负债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依赖于劳动收入，而是依靠资产产生的收益。在支出方面，他们使用资产产生的收益来支付，如果有剩余，就再次将钱投入资产，这样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循环，使得他们的财富不断的增长。他们可以在资产产生的收入上享受奢侈，提高生活水平，因为这些钱是每月自动流入的。例如，如果一个人拥有3亿日元的资产，并以3%的利率进行投资，每年将有900万日元的被动收入。使用这900万日元进行奢侈消费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原始的3亿日元资产没有任何减少。然而，许多人却倾向于用自己劳动所得的钱去奢侈消费，这就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他们的钱很快就会被用完，不得不重新开始工作。作者在书中明确指出，靠劳动收入去奢侈消费的人，实际上是非常愚蠢的。患有贫穷病的人的资金流动仅限于收入和支出，或者只是不断购买负债，而富人则是将资产收入、支出、剩余不断循环。这就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明显区别。要想变得有经济上有余裕，或者成为富人，就需要将您的实际资金流向接近富人的资金流。那么，如何才能创造出与富人相同的资金流呢？我相信大家都已经隐约有所了解，那就是通过彻底的支出管理。首先是大幅度削减支出，比如一个月的收入是30万日元，而之前一直花费了30万日元来支付生活费的人，通过彻底的支出管理，将生活费降低到20万日元，那么每月就会有10万日元的自由资金。这笔钱将成为您未来使用的资金基础。利用这笔钱逐步购买资产，并使资产产生收入，就可以创造出与富人相同的资金流。然而，大多数人却无法创造出这笔用于购买资产的自由资金。首先是因为他们的支出管理太过松散，而且一旦收入增加，他们就会立即提高生活水平，导致生活费用也会随之增加。比如，一个月生活费用为30万日元的人，即使月收入增加到了50万日元，也会将生活费用提高到接近50万日元。这样一来，就无法腾出用于购买资产的自由资金，只能一辈子陷入老鼠赛跑的局面之中。但是，大家在了解了富人的资金流之后，应该会采取不同的行动。具体来说，即使月收入从30万日元增加到35万日元或40万日元，
也绝对不会立即提高生活水平。同时，通过削减固定支出，如房租等，进行彻底的支出管理，逐步减少支出。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腾出用于购买资产的自由资金，然后持续购买资产。这是普通人成为富人的唯一途径。本书提出了一些方法来削减不必要的支出：一、彻底减少像房租和通讯费这样的大额固定开支；二、在每月薪水到账后，按照用途进行分配，通过最初的分类，可以避免浪费；三、回到家后，将购物收据放入消费、浪费、投资3个盒子中，明确支出的目的，可以自觉地减少浪费。四、不要使用信用卡，使用信用卡会导致支出增加25%。五、除了交通费之外，不要使用电子钱包。与现金不同，你无法一目了然地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钱。六、不要只为了各种积分或里程而进行消费，否则就会陷入大量不必要的购物中。通过执行这些可行的方法，可以逐步减少支出，一步步向着成为富人的阶梯迈进，然后尽可能地筹集购买资产所需的自由资金，并坚持不懈地购买资产。对于许多人来说，直接购买像房地产等大额资产，可能因资金不足而难以实现。每月坚持购买像指数基金或者持有股票这样的资产，是许多人可以实施的现实方法。让我们尽快付诸于行动吧。希望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对大家能有所帮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